下载 Good TV Plus， 和我一起见证更多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这个是水南的市场，我们国中的时候在这街头上混，大部分就以这个市场为中心。那大家如果往那边看的话，大概300公尺外就是一个警察局，这是水南的警察局。可是即便警察局这么近，我们仍然在这里耍流氓。13岁的杨宗生在喧嚣的街头找寻归属，年少轻狂的他加入帮派，凭着脑中谋略成为组织中的军师。在那些刀光剑影的日子里，虽然荒废了学业，他却默默地自学电脑技术。当他决定脱离帮派，这些摸索累积的知识，成为他创业打拼的利器，在业界闯出一片天地。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2种角色。一场与上帝奇妙的相遇，彻底改变了杨宗生的职涯。信仰让他果断放下成就，从而踏上全职侍奉的道路。如今，他成为一位海外宣教牧师，穿梭在福音相对贫瘠的土地，以基督的爱在当地人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默默地发挥影响力。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我们一般理解，如果说呢，这个功能健全、有爱的家庭哦，孩子呢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太让父母头痛的行为这样。不过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这位来宾是牧师，他曾经混过黑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呢？欢迎他来到我们节目分享。欢迎杨宗生牧师，你好。你好，露露好。所以宗生牧师年轻的时候是真的有混过一段时间，而且很年轻哎，小混混啦，小混混啦，街头小混混啦。10几岁？13岁到20岁。是为什么13岁那个年纪会加入到帮派之类的？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吗？我从小功课算不错啦，那到了国中以后，对那个化学对电子产生一些兴趣，对，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在我的课业之余，我就去玩这些东西。那时候我的老师，我是在升学班，所以我的老师就觉得说，你应该好好读书啊，你要做这些事，将来读了大学以后再做啊。然后我就劝不听嘛，劝不听，然后老师为了我的学业好，就去跟我妈妈说，那我妈妈就来逼迫我嘛，逼迫你好好念书，对，老师都来告状了，这样，对。那时候正好是叛逆期，你既然不给我想要的，我就不要给你想要的，所以就选择玉石俱焚。那时候因为我们从小就在那个地方长大嘛，所以附近的孩子都认识。那有的孩子读书，有的孩子就跑到街上去混了。那时候为了要气我妈妈，然后就去找我邻居，去街上混的那些小孩，对，然后就说我要加入你们，从今天开始我要加入你们。所以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把所有的书都丢掉。真的哇，也有点赌气耶。对，爸爸妈妈应该不久就听到了风声，很快就会知道了。对他们对你有什么反应吗？因为我爸爸40岁才生我，所以他好像爷爷一样就很宠我们很宠你。然后那妈妈当然很生气，妈妈会打，可是我爸爸就会这样宠我们。那我记得人生当中第一次翘家，然后因为跟别的帮派打架，然后混不下去，就大家一起约的就要离开自己的家，结果离开出去一个晚上，发现没有钱了，混不下去，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妈妈就拿那个我们打架用的那个木刀就打我。然后我爸爸看到我爸爸就过来，然后他就拿一副钥匙给我，他说：“你如果出去，我们不知道你去哪了，我们会很担心你，所以请你以后再晚都要回来。”但是我从那一次以后，我晚上出去一定告诉我爸爸，比如说今天晚上出去喝酒啦，今天晚上出去打牌啦，我今天晚上不回来了。也照实讲。对，但就是会让他知道。对。可是你原来功课不错啊。是啊。你去跟大家一起混，也是在
街上打打杀杀吗？要冲线、第一线要这样子，有那种流血画面啊？我有些时候就做第二线的工作啦，就是计划呀，怎么样械斗啊，策略，就好像有点像军师的角色。我记得有一次2个帮吵架了就要谈判，然后就在教室约了放学后在一间教室里面，然后前后两边都是各帮的人马，然后就带刀，那时候没有枪，就是带刀，然后我就派出2个出去谈嘛，然后谈得好，大家就去喝酒，谈不好就上啊，就看。那有没有曾印象当中碰到非常危险的场面？高中有一次，就是我们同班的同学跟外面的人结怨了，然后外面的人就进来到那个学校的里面去，然后他们就一帮人进来，校外人士，然后就拉着我的同学要出去谈判。对，那我那同学很有胆量，是他就愿意跟他们出去说，那我们出去外面讲，不要在学校讲。那结果我一看，对方的有那个带头的是我认识的朋友的小弟，所以我就出去，我就叫他名字，我就说，这个是谁，这是我的同学啊，给我个面子嘛。那他们大概冤仇很深啊，然后就一言不合就吵起来以后，这个对方就拿出一把30公分的刀子拿出来就要杀他。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就是过去就把他手就抓住，然后我就叫他的名字说，你给我面子，你不可以这样做。然后旁边他的小弟就拿了一把改造手枪，哎呦我天啊，他就抵着我的脑袋说，钟声，这个大哥这个事情是我们的事，你不要管，你不要介入。那枪已经顶在脑袋上了，你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对，那我只好手一放，他刀就下去了，刀就下去以后拔了，他们人就走了。我看我的同学后面就这么一个伤口，他跑了大概10步就趴在地上，就不省人事了。对，不省人事，因为有个好朋友上一个礼拜刚刚出了一个车祸，结果撞一个内出血，也是站起来能讲话，然后几分钟后倒下就死掉了。哎呦天哪！然后我一看，这个跟他情况一样，所以赶快就跟老师借了车，把他送到当时我们附近有个军医院，我就跟医生讲说他内出血他很严重那医生就看了我，他就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上个礼拜我一个朋友这样死掉了，然后他就半信半疑，他就送进去照片子，一照片子果然里面就大量出血，就马上送开刀房，我们就在外面等嘛，等一等，后来开刀出来的时候，他拿那个有一个蒸馏水的瓶子，里面半桶的血，就送出来，他救了他一命。天哪，这个画面看多了，心里头也是难免害怕吧？那时候不知道害怕，现在想起来会怕。那时候不知道怕。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看到这些就想说我要退出帮派。你后来怎么样？你说13到20岁吗？后来是为什么决定要离开那样的环境？第一个刚刚有讲到我的原生家庭是蛮健康的，对，所以在那里面很多坏事做不下去。然后我自己也自知之明我说我也不够狠。那这一条路大概我不会闯不出什么名堂。对。然后这一个是这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朋友有一些死的死，关的关。那我就想到说我一生要这样过嘛。是。然后后来我想想，既然我也混不到顶嘛，然后我也不想过这样，那我就退出好了。仔细拆解零件，双手在主机板间灵巧穿梭。除了加入帮派，杨忠生也把时间投注在自学电脑上。从组装硬体到写程式，这份对科技的热忱，不仅让他发挥所长，更成为他日后遇见信仰、改变生命的重要桥梁。大喇叭裤、长头发，流里流气的那一类的人里面，他算是好的，不会没事就欺负人或者是做一些暴力的事，没有。我们小朋友嘛，同学在他们家门口就拿那个橡皮筋拉成一条绳子，然后跳高，从膝盖、腰，然后胸、肩这样子慢慢增高。那我就挑战那个很高的，要跳过去就失败，我就整个人这样跌下来，就摔倒在地上，然后正好他不知道刚回来还是要出门，就看到我摔在地上，应该是蛮痛苦的，就把我抱起来。我就觉得哇，他虽然在我心目中他像个流氓，但是原来流氓也会帮
帮小朋友这样子。本来我们都想说台风天来临，所以那个下午的聚会想要暂停，但是没有想到啊，他就是来参加我们的英语聚会，他就因着这个宣教士跟他传福音，讲的这些的信息啊，就感动了他，所以他在那个聚会当中，他就信了耶稣。虽然混帮派但是还是对于一些专业上面还是有兴趣。刚刚讲说电脑化学之类的东西嘛，其实你说13到20岁，差不多就是中学生的年纪，就是高中啊，国高中的那个年纪。你那段时间都没怎么去上学吗？完全没有。加入帮派之后，我就书包就再也不带任何的课外书，每一次注册完书就丢掉。我记得差不多高中的时候 ，Apple 出来了，打电动嘛，就破不了关啊，破不了关，然后就想，我以前对这个有兴趣啊，那我是不是有可能让做什么手脚让它过关嘛？那现在讲就是写一些外挂嘛，对，那我可不可以破解它的程式？所以我就从这里开始对写电脑程式有兴趣，然后就去图书馆啊，去书局啊，去买书回来看啊，怎么样破解它的程式？所以你一方面混帮派，然后一方面去图书馆因为时间很多啊，你不用上学啊，你去学校时间。你一天到晚都在翘课，我翘课就跑去图书馆。那也还蛮妙的，所以你虽然没有去上学，你还是有在学习。对，但是我是学我喜欢的，学你喜欢的，然后道上有需要的时候再去像上班一样，就是出去处理一下代志啊那样。那你学就真的完全自己来，自己买书就自己开始可以开始写coding这样子哦。是啊，就自己学啊。我那时候我的女朋友家里遭窃嘛，那时候18岁吧，然后做一个智慧家庭系统，做一个智慧家庭系统，去控制灯光啊、音响啊，然后可以防盗啊，然后通讯啊，通知警察啊。哇，你走在时代的好前面哦。那时候为了保护女朋友嘛，对，然后就自己就做了一个这个系统，然后把他家摆了一套 Apple II， 把他家电器全部都改了。所以后来你真的出社会也不混了嘛？后来出社会之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也就跟这个有关嘛。对，不过我没有如愿的当工程师，就因为没有那个学历，所以我只好去业务部门。但是做的状况怎么样？我做的蛮好的耶，做的还不错。因为我大概是我们公司里面唯一一个懂技术的业务人员所以很多的客人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回来找工程部的去处理嘛。对。那我在当场就帮他处理完了。处理完以后，业务那个客人就觉得哇，你这个很厉害所以找你很好。所以我那一年就业绩都做得很好。当时的公司就为了奖励我然后就补助我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部车啦。哇，所以公司其实有看到，很看重你。对，那时候还卖得还不错。而且你好像也在那边开始接触到福音对，我那个公司的老板是基督徒。是。那我记得那个新进员工训练的时候，到他的办公室，到台北公司，我是台中分公司的。我到台北公司就看到一个牌子挂在那，然后就写荣神艺人。总经理就讲说，我们的公司是一个不跟别人恶性竞争的，所以我们不去批评别人的不好，我们只能强调我们的好。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公司很特别，所以我就对基督信仰有一些好奇。后来我离开那个公司，我出来创业，然后还是需要接触电脑，还是需要接触到很多英文嘛。对。那就是不足，于是我就去找，然后就找到有一間教会，那时候在台中蛮有名的，这个叫中台空中英语教室。每次结束以后，他们就会问我们要不要信耶稣嘛，然后甚至牧师也会把我单独约谈，然后谈了几次以后，我就有点烦了，然后我就跟牧师讲说，牧师你很老了，你年纪这么大，你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我是做业务的，你知道我这种客户是不会买单的，所以你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你去跟别人传我不会信主的，那时候是这样，他跟他讲得很斩钉截铁，对。后来课程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大概过了1-2个月吧，那一天有一个台风，西北台叫阳西台风，那是一个礼拜天，那天早上呢，我起床突然间有一个很强烈的念头，去教会看一看，然后我就觉得你神经病了，平常人家好天拜托你去教会，你都不想拒绝人家不去了，那为什么这个天气这么糟糕，你怎么想去？所以我就说一定是乱想。然后我就跑去睡觉，因为台风天嘛，然后把整个台中市吹得东倒西歪，路树都倒啊，大家都没有在出门的啦，也没办法出门啊。那我就跑去睡觉，睡到下午2点多起来，还是想去教会，然后
我就想说，那这么想去，那怎么样给自己一个理由吧。然后我就想一想，好，既然你们基督徒说信仰信基督教很好，对不对？那我就看礼拜天你们去不去教会。然后我去查勤，也是礼拜天，台风天也是礼拜天。然后我就开了我的车，那时候公司刚给我一个新的车，我就开出来，开到路上，远远就看到一个石棉瓦在天上飞，我心里想说他不会打到我吧？结果他真的打到我了。结果整个玻璃都碎了，我就拨一拨，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去。我觉得上帝知道我的个性，我一定要去，然后我就去。那天，所以你是怎样？前挡风玻璃都没有了。对啊，然后雨就这样，对。哦天哪，照开对，到教会远远就看见牧师跟一个年轻人站在那里，他就二话不说就把我带到旁边，就问我要不要信耶稣。然后他想说这个人台风天都来了，一般的人都没有来，你来你一定很渴慕嘛。他没问你发生了什么事，他们看到你就一身湿哒哒的，看起来很狼狈的样子。然后我就决志了，我就想，我那天说好啊，那就信嘛哈。结果旁边的那个16岁的宣教士，加拿大籍的男生，他在旁边就狂叫欢呼，然后我就因为我英文也不好嘛，然后我就问那个老师，他是怎么了？发疯了，这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他就讲，他们谈一谈以后，他就讲给我听，他说这个外国宣教士叫 Paul，这 Paul 早上起床的时候他们会灵修，灵修的时候呢，这个上帝就对他说话，上帝说今天台风天会有一个人到教会里面来，而且他会信主。然后他就把这个想法就下了楼，就跟跟牧师们开会。那牧师们他们就在讨论说，今天的 Bible Study 要继续吗？要因为 Bible Study 是福音性的嘛，所以也不是主日嘛，那应该不会有人来，所以我们暂停好了。然后他就把他的领受就告诉了牧师，对，然后牧师们就觉得说，好吧，你这样说，那我们就试试看了。就没有想到真的来了，而且这个人是平常跟他传福音都不信的那个人来了。我那个年代卖电脑就是要拷贝非法软体，盗版软体，所以我每天早上都跟神祷告，神祝福我的工作，然后每天晚上就神赦免我今天又拷贝软体，所以很冲突，每天都发生这种事情嘛，所以我就越来越过不去，所以我想结束它。下载 Good TV Plus， 和我一起见证更多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所以我想用这个影片，那它每一集的影片大概就是从商场上的成功人士转身成为上帝忠心的仆人，杨忠生用同样的热忱与同工一起规划事工。信主后的他把自己完全献上，这份对信仰的委身也让他放下原本蒸蒸日上的事业。他自己开了个电脑公司，后来也开了这个做那个窗帘，说卖掉就卖掉了。我都觉得这真是很有魄力啊！他都不计成本，有几个弟兄姊妹是跟他一起合伙的，他一个个就去说服，就把公司卖掉了，就加入教会了，这不容易的。信主以后他读圣经，还有他读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些属灵的书籍，他学习的非常的快，而且他的理解力、他的分析、他的讲解，我觉得解释这些，我觉得都非常的聪明，就是说他很快的能够接受，而且他很快的可以分享给别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们都会碰到台风天或者是下雨天，你知道很神奇，就是通常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怎么天气这么不好啊？但是钟哥就会说，来，我们来祷告。我们看见钟哥就是有这种对神有一个积极的信心，在我们即便我们发生了一些觉得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仍然会感谢主，然后会带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去经历神。
宗正牧师在一个很特别的状况之下就决志信主了哈。信主之后刚开始还是继续做自己事业上的开创嘛。对。但是有一些经历在刚开始你也觉得说很特别的。我后来离开那个公司就出来创业嘛。创业也是做电脑，也是做电脑相关。后来慢慢做的就渐渐上轨道，我们开了第二家公司。开了第二家公司之后，在装潢的期间，我就跟那个店经理讲，我说你可能要把钥匙换掉啊，因为我们从人家顶过来的嘛。那他就说不会啦，有谁会做这种事情呢？然后我就好，那我就尊重你。就明天开幕，今天晚上我们把货全部都弄好，明天准备开幕。第二天早上我要上班之前，我公司的员工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杨大哥，昨天我们有进货吗？”我说：“你在讲什么？”他说：“我来，什么东西都没有嘞，都空的嘞。”我说：“啊？”我就说：“你去看一下那个零钱柜有没有钱。”他就打开，他说：“没有钱。”我说：“哦，我知道了。”然后我就去，我的公司被大搬家，全部搬光光。天哪，闯空门全部搬光光，而且他是拿着钥匙进来的，没有破坏。股东们他们就很生气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谁怎么不小心啊？叫你换钥匙不换钥匙啊？怎么样？然后我就跑到教会去。那后来教会的人就看见我来了，说：“你怎么来了？”我说：“我公司刚刚遭窃，被闯空门。”然后他说：“哎呀，那你还好吗？”然后我就笑笑，我说：“凡事谢恩嘛。我来教会是来感谢主的。”我就到教会去祷告，说：“神啊，感谢你。”为什么？才这么巨大的损失才刚发生？对，因为我那时候刚开始一个服事是带敬拜，所以那时候我们被教导就是凡事谢恩嘛。所以那时候我就学习说，虽然损失这么大，但是相信在神的手中啦。很感谢神，那一个月我们就把损失的东西全部赚回来。那当然也跟我的同事做见证啊，说我们的神是好的神。我们基督徒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感谢跟赞美神。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商场如战场，有的时候也是难免有一点尔虞我诈之类的。会不会有这种碰到在工作碰到的一些状况，然后跟自己在信仰上面价值冲突的？我那个年代卖电脑就是要拷贝非法软体嘛，盗版软体。所以我每天早上都跟神祷告，神啊祝福我的工作，然后每天晚上就神啊赦免我今天有拷贝软体，所以很冲突。你们帮客人组是不是？对，帮客人组啊。然后那时候我在台中的组的时候就要灌，就是说 Word 啊，对 ，Windows 要都是盗版的，每天都发生这种事情嘛，所以我就越来越过不去，所以我想结束它。不过同一个时间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就因为教会开始做海外宣教，那海外宣教的宣教士他们通常去到那个异文化的地方，他们需要一些身份，所以同一个时间我们就决定开另外一个公司，然后用一个贸易公司的身份给这些宣教士。那个公司只是要给这些海外宣教士一个身份吗？还是他实际上是有在经营的？有在经营的。我们做那个进口的家饰布，像这个沙发布，以前我都卖这个东西的。那就不是电脑了，又是完全另外一个行业，完全跨另一个行业。那是不是又碰到一些没有想到的困难？我开了一个店面，开了一个店面，然后我找了一个认识的装潢的工人来做，然后我给他10天，他说10天就可以好。结果没有想到那时候遇到那个台中市不知道哪一家百货公司大火，火后他们重建，所以他们把台中市所有的装潢工都拉去了，所以没有工人做。我10天要装潢好的，给我弄了6个月，也差太多了吧？对，弄了6个月，弄到后来我自己都进去当工人了，都进去钉地板了。那你就是实际上生意都没有办法开始，因为你店面都一直没有办法弄好。也租了，然后也请了人，货也进了，但是开销就继续在就是租金嘛，店做租金嘛，请了人有人事、薪水的这些，然后货款这些的，对啊，每个月都要出去的。所以6个月后把我的资金又烧光了。哇哦！我记得有一天呢，就是那整天都没有生意然后我就也很沮丧了，我就叫员工说早点下班好了，今天就不用了啦，然后你们回去。我就自己坐在那个仓库，我就看着那一堆货，卖不出去的货。那时候一匹一匹的这种沙发布，一匹一匹的在那，然后我就坐在那，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怎么会这样子呢？”结果我就感觉神跟我说：“他说你难道不能为这个事情来感谢我吗？”我说：“又来了，又要感谢。”然后我就坐在那个仓库，我就看那个布，我就说这些有什么好感谢？然后我就好啊，那就感谢嘛。我说神啊，感谢你，我如果把这些布卖出去，我就可以有生活费。
我就更感谢。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因为感谢越上瘾呢，然后就说，谢谢主让我眼睛看得到颜色，我眼睛不健康，我怎么看得到颜色？谢谢主，我没有色盲，所以我看得到各种的颜色。我就开始感谢，我这样感谢了大概1个小时。哇哦！1个小时之后我就准备关门了。对。结果那时候已经是礼拜天的晚上结果就订单客人一直进来，然后一直签订单，一直签。礼拜天晚上不合理耶。对，然后签到就是门关不起来，一直签到手都软了。然后那个月就订单就一直爆量，然后到了月底之后，又把我们的资本额赚回来。哇！对，所以公司就又继续下去。真的是感谢主。对，2次都是碰到很糟糕的状况，然后就还是要感谢。对。哇，所以后来这家公司也做得还不错了。经营到几年后，我的主任牧师就杜明达牧师，他就来找我，他说：“钟生啊，教会要电脑化，那你可不可以来教会帮忙？”那因为那本来就是我的专长，也是我的兴趣啦，所以我也很心动啊。那其实我在那个几年前，我曾经梦一个梦，我那个梦的内容是我看到一群人在敬拜神，然后我在外面挤不进去，所以我就在外面哭说为什么我不能够进去敬拜神，所以我就哭。那我就觉得神好像跟我说这就是时候，那你要不要回应？那我就想我才不要在外面哭所以我就决定去，但是心里很忐忑啊，因为我是公司的负责人嘛，那如果我离开了公司，那公司就要有很大的变动啊。但你这个去不是只是像是 part time 去帮忙？没有，就去全职，就要去全职的意思。对，去全职。那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就跟他们讲说，对不起，我想要告诉你们我想要离开这个工作了因为我觉得神呼召我。我以为他们会很生气，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离我们而去啊？结果没想到他们都鼓掌，然后说我们也想要去侍奉主，我们不敢告诉你。所以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感动跟呼召。对，结果我们解散之后，个人就开始去侍奉神。所以我的公司那时候一起工作的同仁还有股东，我算到现在我们有6个牧师，6个牧师1个宣教士，然后还有1个在机构上班。哇！所以几乎我们都全职了。从老板变成牧师，这个重大的人生转折背后有着太太最坚定的支持。在信仰的路上，夫妻2人相辅相成，用爱与信心一起挺过许多生活上的不容易，成为彼此最温暖的依靠。我小时候就是家里是基督信仰，他们家不是。我那个时候听我妈说，杨宗生当牧师，而且就在这边，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小时候我甚至跟他弟弟会分成说，你是不是基督徒的？你是基督徒，我们不要太好我们经常会开这样的一个玩笑。后来，对啊，就知道说他信主，而且甚至还当了牧师，就那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听他说过什么有挫折啊，或者是有怀疑啊，或者是这样有退后的时刻。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忠心、很愿意去学习摆上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在他的一生的这个服事当中，其实他也是从一个行政同工，然后呢，他就是做到了今天，他可以带领一个牧区，成为一个教会的牧者。钟生牧师从原来有经营事业嘛，开公司嘛，后来到全职服事，这一路上其实太太支持是还蛮关键的你跟太太认识很早我们15岁就在一起了。15岁不是才国中？读国中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对。你们是怎么样？是同学吗？还是？我们同一个学校。有一天他迟到，然后他就经过我们家上学，然后我也晚，就是睡得晚的才去上学，所以我出门就走在他的后面。我想，这个女生是谁啊？那有一段时间就有几次都碰到。你们是同一年级吗？同年级，但不同班了。不同班，然后就开始对她产生兴趣嘛，是，然后就去追求她。追求她。那你那时候已经在道上混了，对不对？所以她知道吗？
他哥哥也是哦，他哥哥也是，所以但是我们属于不同的帮派，对，不同的角头啦。不同的角头，对。那你们是从15岁交往多久结婚啊？到结婚是12年啊，12年就是27岁，27岁结婚，能够维持这么长的时间，也是中间应该还是有一些波折吧？有一些小波折，但是比较大的波折是我信主啦。礼拜六去团契嘛，礼拜天主日服事嘛，对，然后礼拜天中午完以后要跟弟兄姐妹喝茶，然后吃饭啊，爱宴，对，弄到来就是礼拜天傍晚了才去找他，那找他的时候已经有点累了，对，所以他就开始觉得说，好像这个耶稣成为我们的第三者，耶稣把我们很有抢走了，然后他开始就是谈的话题已经不同调了。举例来说，我们会去看电影嘛，对不对？那我就开着车去看电影嘛。那看电影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所以我坚持要找一个合法的停车位，不随便，不要违停，不要违停，对。然后常常找的就电影的时间就过了，过了以后，然后他说：“你看电影的时间都过了。”然后我就说：“感谢赞美主啊，我相信神有美意啊。”然后他就没有办法理解你到底在感谢什么，就没办法接话，对，没办法接话。所以开始就越来越不同调。但是那个阶段里面，我参加小组，所以小组人都认识他，那他们也很关心这个，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了快要1年，后来他信主。所以他是怎么样状况就又愿意？你们跟他说什么吗？还是很有意思？就是有一次他出差嘛，对，出差他到欧洲去，然后他回来我就说那我去接你啊。你们还是保持联络？保持联络。那我说我去接你好了。结果班机 delay 了4个小时，然后好不容易上了高速公路，然后他就开始讲，他说这趟出差很窝囊啊，发生什么事啊，发生什么事？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接了，那时候我有那个手机嘛。然后就一通电话就打来了，打来以后我就跟他，原来是我一个弟兄，他在他出国的这个礼拜当中，每天早上跟我一起禁食祷告，为他祷告。然后他也知道我要来接他，所以他就来关心说，怎么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到台中啊？怎么回事啊？我就告诉他。后来我电话挂掉，我就跟那时候我女朋友讲，我就说这个弟兄怎么样？我们为你禁食祷告1个礼拜啦，顺便就抓住说，明天这个弟兄要讲见证呢。那你要不要来听一下？好歹人家为我们祷告这么久，又禁食祷告嘛。然后他就不好意思，他就跟我去教会。那我的小组长就问他要不要信耶稣，他就拒绝。结果我的小组长这个不死心呢，讲讲又在问，讲讲又在问，问了3次。第3次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好。他事后我开车载他回家的路上，他问我说：“我刚刚怎么会说好？”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好，可是那个时候就有一股力量，我就觉得我必须要说好。”那你们的关系也就因为这样后来也恢复了。后来我们第10年嘛，然后我信主，然后第11年他信主，然后第12年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你后来决定要全职服事嘛？对。那他当时是有跟你说什么吗？他是怎么支持你吗？还是他上班领薪水都比我创业赚的钱多他薪水都比我多的。然后但是他后来就觉得他应该要回应全职妈妈的呼召。那时候你们几个孩子了？那时候2个，然后孩子都还小这样子。对。不过他也放下他很不错的薪水回来做全职妈妈，然后你也可能要去神学院或做全职之后，收入也是会一定跟以前没有办法相比嘛。有没有一段时间就是生活其实是还蛮辛苦的，或者是需要重新适应跟习惯这样？读那个神学院的期间是不可以打工，也不可以有收入，就完全要凭信心的。刚读的时候，我那时候区长嘛，那我就很海派啊，我就说，这个礼拜6大家全部到我家来吃饭啊，年轻人都到我家吃饭啊。结果回去跟太太讲，太太说，你忘记我们现在没有钱吗？我说怎么办？然后好了，反正就等嘛，就凭信心嘛。那我就记得说人家来我们家这么多人，椅子不够坐那我们去买张椅子。还有就是说，我们也现在大概没有能力每天早上出去买早餐吃了，所以我们自己买吐司面包回来自己做早餐。所以我就带着他到家乐福，然后我们就去买1个面包机跟4张海滩椅。椅子还不敢买太好的，买那种海滩椅。结账的时候就发现没有钱，忘记自己没有钱。然后我又不想刷卡，我就我说那就不要买了，就把它摆回去。摆回去就回家。回家以后那天下午就心情也不是很好，就觉得搞什么，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什么都没有办法买耶。对啊，然后结果有一个人就来按我家电铃，
他说我在搬家啦，那突然间有个想法，就是你不知道需不需要这些东西哈。我说什么东西？他说1个面包机，4张海滩椅。哇！我说哇，怎么可能？太神了吧！你是不是偷偷跟在我后面看我买了什么东西？这是其中一个。当然也有辛苦的一面啊。我们也曾经就是这餐饭真的没有钱吃饭，那怎么办呢？那以前口袋里面偶尔有些零钱嘛，然后换衣服的时候钱就颠会滚，那就滚到床铺底下，那也懒得捡嘛。所以我真的跟我太太曾经拿了扫把去床铺底下扫零钱。把那个零钱扫出来，然后真的有扫出来可以吃一餐的，有也遇过。对，然后还有那一年也很特别，有一年呢，那个台中市政府要做那个人民财产的什么普查之类的，然后市政府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杨先生，你可以帮一个忙吗？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需要统计，就是市民1年的收支，我就为政府记了1年的账。哇！他每个礼拜来收账本，然后1年之后我就有1年份的账，对不对？我有一天心血来潮，我就把这1年我所有的收入统计起来，一统计，哇，跟我上班的时候收入是一样哎。可是你收入是哪来的啊？上帝会供应嘛，有人会为我们奉献啊，种种原因，反正那一年是没有收入，可是上帝给的供应刚刚好是我们工作1年的所得。因为印度有种姓制度，我们看到那里的人，他们是受了伤以后，伤口烂了、发炎了，然后长蛆在活人的身上。天啊！我们去要拿那个镊子把那个蛆从那个洞里面把虫剪出来，然后把它包扎。小孩看了以后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我们没有想象过的世界。下载 Good TV Plus， 和我一起见证更多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是，就像一间房子那么大，压力。他们祷告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祭坛。远赴尼泊尔，只为将福音传扬出去。杨宗生对海外宣教有股浇不熄的热情，不畏路途艰辛、语言隔阂，他渴望贡献自己，学习用生命影响生命，将信仰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阿们，阿们，阿们。不论是对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宣教，他都有很大的负担。所以最近我们也去了比较落后的尼泊尔这个地方，其实他也是为这个地方也是祷告，为这个地方也付出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带我们一起去参与这个地方的服事。一个宣教士就是有跟他讲说，这个村庄正在流行一些流感，然后这个状况很不好。那一年刚好是台湾的 SARS 流行的时候，所以钟哥就有一些的经验可以跟他们分享，说那你们可以记得要多洗手，就可以阻绝一些的这个传染病。但是呢，对方就说我们这里唯一的一口井已经坏了，所以也没有水。那钟哥就知道找一口井大概要200块美金，大概6000块台币。所以他那一年的案目就跟大家说，可不可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哈？如果你想要送我礼物的，我们可以不可以，我们就把它募集成现金，我们去找井哈。所以那一年找了5口井出来。那后来这个宣教地呢，就有拍了这个照片给我们看哈，就是水井找好了之后，他们种出来的那个农作物，他们就拍了这个照片。那还有就是他们也拍了这个小朋友就是洗完手之后的这个手很干净好的一个照片给我们。他不断的用他可以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世界，而且不单他改变，他也让我们可以参与在这个过程里面。哇，从自己经营事业到后来进到了全职服事，甚至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凭信心过生活的日子，然后经历了很多。你们在生养孩子的部分其实也有蛮多经历的。你们是2个女儿嘛？2个女儿，但都算起来得来不易啊。我们结婚前就知道太太不孕医生也找我去检查。那检查的结果，医生跟我说：“杨先生，对不起你也是不孕。”你们2个都不孕啊？对。哇！后来我们还是觉得说那我们就去治疗嘛。
那治疗到一半的时候，教会办了一个退休会，那有人跟我们介绍了一个牧师，80岁的，从加拿大来。那他说他是一个有医治恩赐的牧师，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把我们推出去说仲生啊，你们不孕了，赶快请牧师为你祷告啊。祷告以后，这个牧师他就说他就给我们发预言了，他就说神给他感动，我们3个月内会怀孕。那好了，聚会完结束了，结束以后，我太太就问我说：“那我们还要去看医生吗？”那我就想一想，我就说医生也在神的手中啊，那我们就继续看吧。于是，结果那个医生就说：“我看了你们不用治疗啦，因为你们不可能啦。你们这种状况连人工基本上都没有办法。”他说没有办法，人工受孕都很难。然后他说：“可是呢，如果我什么都不做，你以后又怪我。”他说：“这样我们死马当活马医。”那时候是劳保单的年代，拿一个劳保单来，不用自费，我帮你做一个最基本的，然后做完就交代好了。第一次以后失败了，失败的那一天，我正好在参加另外一个特会，我太太就打电话给我，她说医生说7个还8个卵泡破了6个，剩下1个，那医生说可以再做一次，你要不要做？我就从那个聚会跑出来就去做了，做完以后，没想到怀孕了。哇！怀孕了以后，我回去那个医院就是产检嘛，医生问我说：“你们来干嘛？”我说：“我们人工受孕成功了。”然后他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然后他就叫隔壁诊间的医生都过来说：“你看这个 case， 这不可能的 case。”好了，过了1年，有一天我在带敬拜，然后我觉得神给我看了一个图像，就是我的太太又抱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我那个时候老大已经快7、8个月了，那这个新生儿不像啊，然后于是就这个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觉得神要再给一个。过了不久之后，我太太就怀孕了，就自然，后来自然生，自然怀孕，对，自然生了。然后我完了以后，我为了要做见证嘛，所以我就连续5年，每1年都回医院检查，每1年回去检查，医生都跟我讲说，很抱歉，你是不孕的。就是神的恩典了，真的是。你们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或你的教养态度啊，我跟一个牧师学的，那我很羡慕他的家庭关系。我问他，他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你要让你的家成为小孩最喜欢待的地方，而且是无论他们是挫折、失败、成功，他们都愿意第一个回来分享的地方。所以我很努力的去跟我的孩子们建造这样的环境。怎么做到的？对，做他们的朋友嘛。做他们的朋友。对，我的老二他高中的时候很想要染头发，然后我就说好，可以染，但是不能违反校规，对不对？好，那我们寒暑假去染。然后一染我就给你染一个大金发。你高兴什么来着？然后呢，结果忘记染回来了。要开学了。开学了。一进学校。第一天，教官打电话给我说：“杨先生，请你把你的女儿带回去，我们学校不能接受染头发进校园。”然后我就跑去那个警卫室带她，我就说：“哎呀，糟糕，忘记染回来怎么办？那我们去染回来。”然后染回来，然后呢？然后我就说：“那今天既然也没什么事吧，那我们就去看电影好了。”这让我想起您父亲小的时候跟你之间的互动有一点类似呢。对，你还会带着孩子做一些海外的宣教，带他们去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对，我带他去过小学4年级、5年级的时候，带他们去印度。他们第一次觉得人怎么可以过得这么没有尊严？是因为印度有种姓制度。对，那贱民相当就是等于好像动物。那我们看到那里的人，他们是受了伤以后，伤口烂了、发炎了，然后长蛆在活人的身上。天啊！我们去要拿那个镊子把那个蛆从那个洞里面把虫剪出来，然后帮它包扎。我曾经亲眼看见开着轿车的贵族阶级，然后因为贱民走在马路上挡到他的路，推脚踏车挡到他的路，他停了车下来就一脚就把他踹倒，就打他，然后旁边人全部在围观，都没有人出手。然后打完以后，这个人上车，他车子开走，扬长而去。然后那个贱民就爬起来，鼻子摸一摸就走了，当作没事。天哪！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上辈子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这辈子要被惩罚，当贱民来还债。所以你去帮他，就让他还不了债。还不了债，他下辈子还在做贱民啊。所以你还不能帮他。对，你最好这辈子苦待他，让他受苦而死，债才还得光啊！天啊！
就是很矛盾的情节，他又需要你帮忙，他又觉得啊，那这样我的债还不完了，那你是在害我。所以对于非贱民阶层人，就觉得你们不是在帮他，你们是在害他。如果福音可以改变的话，那该是有多好的事情。所以我那个大女儿后来她选择她从国中她就决定她要做諮商师，所以她一路就是一心一意就想做諮商师，所以这个对她就有爸爸妈妈在侍奉上的一些影响，就对她产生影响。那牧师，你经历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岁月，你在信仰当中的领受，你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的变化，你最后有没有一些简单的祝福的话，要分享给我们观众朋友，或是鼓励大家的？我想第一个从我的出身来讲的话，我觉得，不论你是任何出身的人，在上帝里面都是有价值的。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不只觉得自己有价值，我们要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价值活出来的人。箴言书说，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有明哲人能够指引出来。一个人他没有成功，不见得是他不好，更可能是因为他的身边没有一个明哲人。那如果我们都愿意去成为别人身边的明哲人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帮助很多看起来社会看不起的，或者是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好的人，能够被改变。但是有的时候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晓得自己做了什么但是那个影响其实就是发挥了。对，就像你还没有意会过来的时候，就像我刚信主，我信主的那一天那个故事一样，它影响我很大。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坚持到什么时候，上帝会出手，但是不坚持一定不会成功，但是坚持就有机会。真的就是那个台风天，对，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对。那今天哇，天牧师真的讲了好多分享，有些是很神迹似的例如说你们的2个孩子就真的是个神迹或者是你们什么哇，一个面包机是这样海苔饮的故事，对。那或许这些东西大家总是觉得我特别的吸引人，可实际上在这里面有好多都是你们全然的摆上，然后以基督的心为心的那个核心价值，在方方面面的你们的生活上或者是你怎么来看待服事的工作福音的工作教会甚至企业的经营这个，就是因为就是你们那个核心在那个里面，我觉得那个是最主要的那一块，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样子，然后不要放弃，对那个台风天的故事，对，非常的值得我们把这些都放在心里头，好好的想一想。感谢，太好了，谢谢您的分享，谢谢。大家好，我是达明牧师。圣经上说到，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而且是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所以关键是你要继续信靠，神迹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但是在神迹发生之前，我们看到杨牧师年少轻狂的时候呢，他参加黑帮，所以他看到人家刀子一进去，那个人就没了。不但那个人没了，可能整个家庭也毁了。所以当时的杨牧师，他就在想说，人活在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感谢主，神引导他他对电脑有兴趣，所以就电脑自学。若干年后，他变成专业那帮了很多公司设立网站然后架设平台，然后那个公司赚了钱，对不对？就半买半送一台车给他。哇，神迹发生了！他开了那台车，在暴风雨当中，那天台风天他就是有感动要去教会，挡风玻璃都破了，全身淋的都是雨水。他执意进到教会，然后教会的那个宣教士说：“今天聚会不能停，虽然是台风天，查经班要继续下去。为什么？因为有人会信主，接受耶稣。讲的就是杨牧师，这不是神迹，什么是神迹？后来杨牧师他接受主之后，他又被呼召做全职，也是神迹因为什么？因为他解散公司7个股东里面6个都当牧师1个当宣教士，这也是神迹嘛。然后更多的神迹不断的发生。你看，医生说他不可能生孩子判定他没有办法跟师母这个怀孕，可是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也是神迹。那更大的神迹是生命的改变，让我很感动。最后还有讲到那个印度贱民的故事，我真的很心疼那些特别是孩子们
他们就拒绝说：“你们不要拯救我，因为我们上辈子做了什么错事，我们这辈子要来还。”弟兄姐妹，基督徒必须去帮助那些祖宗的遗传跟错误的观念，每一个都是值得被爱、备受尊崇的。杨牧师亲力亲为去传扬这样的福音，让人见证最大的这个神迹就是生命要因着耶稣而翻转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信靠你的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主啊，那个神迹就是我们的生命翻转改变，那个神迹就是我们把那个不对的思想摒弃。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值得被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正在收看这一集真理部落格，我要为你祷告，你是值得被爱的。最大的神迹就是上帝把你当作是公主跟王子捧在手掌心上，不要论断自己，不要责备自己，接受耶稣，让耶稣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谢谢耶稣爱我们，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耶稣爱你，定义要赐福于你。